赶在 Find X8 Ultra 发布前，我们来做一期 Find X7 Ultra 影像深度体验视频。从 ColorOS 14到 ColorOS 15，经过多个版本的更新 ，Find X7 Ultra 的影像表现会更为成熟稳定，不愧是业界的 OTA 之神了。那 OPPO 在与哈苏联名后呢，某种程度上也给自己的直出色彩定调，在普通拍照模式直出的色彩的对比度跟饱和度都恰到好处。在与小米徕卡的强对比与 vivo 的明艳风格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。主色换上了索尼的 LYT900， 更先进的工艺制成也让 OPPO 能够更大胆地压榨这颗传感器的实力，不用太在意功耗的问题。在 ColorOS 14的630版本中，更新了主摄25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，能够让直出的照片有着更高的解析力。略显遗憾的是，目前只有主摄才能开启这个功能，其余3个焦段依旧是默认的1200万像素。那 Find X8 Ultra 要不要安排一下，让全焦段都覆盖高清模式呢？如果能做到的话，又会是手机影像的一次飞跃，彻底摆脱长期以来的1200万像素的魔咒。超清模式也有一定的限制，比如说光线不足，或者说拍摄 Light Photo 时候不会开启，再切到28、35、50焦段也不会开启这个功能。OPPO 貌似对这3个焦段的优化不是很够，尤其是50焦段的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。系统更新到 ColorOS 15后 ，Find X7 Ultra 也能拍摄 Light Photo， 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视频也支持防抖，跟苹果一样也是前后拍摄 1.5 秒，分辨率也能达到 2K， 支持与苹果手机进行互传分享。在15系统更新到401版本后，上放了 Find X8 系列的富士胶片滤镜，同时也保留了那3个大师滤镜。3个滤镜都加上了胶片颗粒模拟，能够让直出更有胶片质感。但是如果能有开关供用户选择颗粒开关或者是颗粒大小就更好了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颗粒感，有些小白还会误以为是噪点。Find X7 Ultra 一共有4个镜头，按照画质排名就是广角大于中焦大于超广角大于长焦，对应的也是每颗镜头的传感器大小，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底大一击压死人的一个道理。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，4颗镜头的画质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，即便是最弱的135毫米焦段的画质也算是可以了。我们使用大师模式里面的 Raw Max 进行拍摄，能够充分压榨传感器的实力。这颗 IMX858 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整体的解析力还是可以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样片放大后的细节展现，主摄的表现就更为夸张了。在1英寸的底加5000万像素的加持下，让我有种分不清这到底是手机还是相机拍的错觉。接纳焦段也有不俗的表现，5000万像素也有充足的后期裁剪空间，后期也可以输出2400万像素的照片，相当于给画面做了一次超采样。更新到 ColorOS 15后，拍摄 Raw Max 会对暗部做一定程度的降噪处理，相比之前 ColorOS 14版本的暗部会更纯净一些，但是降噪不可避免的会涂抹到一些暗部信息。你们是喜欢暗部多一些噪点，但是有一定的信息保留的 ColorOS 14，还是现在的 ColorOS 15的暗部降噪策略呢？Raw Max 虽然很好，但是也是有代价的，比如一张照片就要吃到300兆的一个空间，每次按快门就要等几秒才能再按下一张。光线弱的时候呢，5000万像素会变成1200万像素，而且算法的切入有时候会让画面看起来很奇怪，所以该模式还是适合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使用。大师模式里面我们可以选择拍摄 JPG， 在打开高效图片存储后，每张照片基本上只有几兆的空间，极大的缓解了存储的压力。该模式也模拟了相机的曝光策略，更注重影调的表达，还有对着哈苏 X2D 进行调教的一个哈苏影调。OPPO 用算法去减少计算摄影的一个痕迹，没有了普通模式下的锐化和高光暗部的一个压暗能体量，可谓是计算摄影界的一股清流。加上哈苏的水印，那就很有格调了。OPPO 也很巧妙的把这套算法放到大师模式里面，毕竟这一套逻辑是传统相机里面的逻辑，把控不好的话，容易出现高光死白或者是暗部死黑的情况出现。没有怎么接触过相机的朋友可能会用不习惯，毕竟长期以来深受手机计算摄影的影响，习惯了一按快门就是高光不过曝、暗部有细节的一个照片。在大师模式下也有一个 bug 是一直没有修复的，就是长曝光。长曝是摄影里面的一种拍摄手法，比如说车轨、瀑布，或者说这种雾化的河面。
我们手动去调节曝光时长后进行拍摄，会有一定几率在取景框画面拍摄结束时会抽一下，导致画面糊片。即便是上了三脚架也是这样。盲猜是防抖组件跟补偿的一个算法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我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过这台手机拍过长曝光。白平衡方面有时候还是不太准确，比方说现场是这种色调，手机拍出来就是这样的色调。或许下一代加入了多光谱摄像头，能够更好的还原现场的光线跟色调。我们转到人像模式 ，Fire X7 Ultra 有着65毫米跟135毫米两颗人像焦段镜头，配合着算法能够计算模拟相机的前景深效果，在不太复杂的场景下，基本上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。机内也自带了美颜效果，方便直出。手机在识别到人物主体后，会针对人物进行曝光优化，得到更为柔和的一个影像风格。可能是受限于算力，在连续拍摄过程中会有一定几率会掉算法，会出现那么几张是没有在计算的。在该模式下也无法使用 Live Photo， 还是有些可惜的，不能记录下拍摄的过程。长焦微距拍摄可谓是差强人意。我们从宣传的页面可以看到，135毫米是特色潜望长焦。在原生焦段下，最近也只能拍到这种画面，跟隔壁友商比起来还是差点意思的。希望下一代能够补齐长焦微距这个短板。在 ColorOS 14的某一次版本更新后，提升了长焦望远的算法，在裁切到300焦段的时候，也能有一个不错的画质表现。更新了固件后，我也去拍了荷花，各位觉得效果怎么样呢？那这个长焦还有个问题，就是果冻效应极为严重。我们可以看到甩动手机就能看到，我们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终于讲到视频部分了，全焦段 4K 60度比4K看起来是很唬人的，但是实际使用起来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打磨，比如说 4K 60帧容易出现过热降帧率的问题。视频模式下没有大师模式 ，OPPO 不会觉得哈苏 X2D 不能拍视频，就干脆不搞这个模式吧。那相机界面更多，里面有个电影模式，但是限制实在是太多了，像分辨率、帧率、画幅这些都没法更改。各焦段拍摄视频的画质跟拍照时候的结论是一样的，这个长焦会差很多，跟其他焦段的画质比起来会有一定的落差感。而且为了防抖的一个稳定性呢，在拍摄视频的时候的裁切会比较多，像广角23毫米基本上就被裁到28毫米左右了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知到这个裁切，我们使用 Blackmagic Camera 这个应用，打开超广角与原生相机的超广角进行对比，你会发现这个裁剪还是不少的。原生也自带了很多款滤镜可以使用，但是一旦使用滤镜就会变成 1080p 30帧。总体来说 ，Fire X7 Ultra 的视频拍摄只能给一个及格的分数，能用但是还不够好用。希望下一代能加入 Log 模式 4K 120帧。在视频里面给到大师模式 ，ColorOS 15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AI 功能，除了之前的 AI 一键消除路人，现在还能去拖影、去反光。那某品牌直呼内行。这一年使用下来啊 ，Fire X7 Ultra 的影像表现会更偏重于照片。如果你很喜欢拍照，而且认可哈苏的影调，在这个时间节点抄底还是很适合的。毕竟今年的手机普遍都在涨价，X8 Ultra 或者说会修正上面我说的一些问题。但是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？不是 X8 Ultra 买不起，而是 X7 Ultra 更有性价比。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晴天摄影师蔡力，我们 X8 Ultra 视频再见，拜拜。